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肖战余生获商业突破奖，权威认定为热播剧，风头能力获赞。目前无论一个节目是否精彩，都可以通过不同的信息来远程判断，舞台也有自己的判断原则。其中，是否可以选择带入现金，是评价节目性质的重要标准，同样也会对内部传播良好的节目给予特定的认可度。近日，由杨紫和肖战主演的电视剧《不嫌麻烦》，余生多指教获得腾讯商业突破奖。这笔赠款虽然是鹅台公司的内部赠款，但含金量仍然异常高，说明了舞台对本次演出的义务。声明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也是仅次于名品堂的最高级别的内部组织级别荣誉，足见该节目的舞台证明。此后，有网友发布了荣誉宣言，其中记录了今年主要部分获得该荣誉的鹅的成绩。往往可以看出，每一个都是异常强悍的项目，还有一些最高级别的游戏和小项目等等。而请多多关照我的人生节目是获得此殊荣的主要影视项目。从宣言中可以看出，如果不是太麻烦，建议你的余生获得商业突破奖；如果不是太麻烦，建议你的余生赢得了一天连续24天达到全机构最高传输量、速率和传播率等方面已经到了关注的主要位置，并且在商业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及投机推进。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，节目的传播，尤其是舞台引人猜测的能力是关键。而请照亮我直到生命的尽头有超过50个推广品牌传播不同的舞台方面，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高产。最终鹅平台也确认了忠告你到生命尽头是2022年主打热播节目，评价可以应该特别高。此外，大家还看到了鹅对事业团的表扬，如果不是太麻烦，建议你的余生。对比不同的荣誉，很可能更多地授予艺人。承办组的认可同样表明，舞台对总体任务异常满意。毕竟整场节目沟通起来需要3年时间，而且很难沟通。值得关注的是，肖战作为主播的另一档节目《陈情令》也获得了此项殊荣。连续2部剧集都获得了如此高的金奖，这同样是一个低语，令人震惊。当你看到请多指教获得鹅平台业务突破奖时，你有什么感受？继续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并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。02蛋糕事件没有回答，主要的社交媒体组织被布置在眼睛里。杨紫怎么确定吃了一块蛋糕就传遍了整个网络，而作为当事人的杨紫却成了首领？考虑到杨紫已经成立了1级媒体机构，商业设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消息一出，众多网友纷纷表示震惊，表示自己要吃的瓜没有吃完，却主动当起了监督者。有这么多的人嘲笑他们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事实上，很多 VIP 在成名后都会决定开设自己的组织，这不仅有助于自身工作的提升，而且对未来的提升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很像张艺兴，他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。据重要报道，杨紫布置的组织基本都参与了文化和分流，该组织的入伍资金已经达到300万，90%的 offer 都在杨紫手中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他是一位真正的首领。杨紫作为一个年轻的明星被带到了这个世界，这么多年，他真的是在媒体上埋头苦干，总资产异常丰富。对杨紫来说，300万不算什么。此外，对比不同的明星，杨紫的组织开张普遍较晚。自从他们涉足媒体渠道以来，大部分明星已经开始设计该组织的格式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以失望告终。而且，杨紫现在开机构的决定应该具有独特的重要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杨紫所在的经纪公司是他继工作室之后的第1家经纪公司，这也说明这个经纪公司的真正实力是杨紫，同时也说明杨紫将与这个经纪公司合作。有一个仔细关联的命运，这可能与娱乐企业中的几颗明星截然不同。其他明星会挑出生犬头，生犬肉开代理公司，可以避开一些命运中的问题，但杨紫的技术绝对是独树一帜。想必杨紫这一次需要在娱乐事业内部大显身手了。
现在杨紫也有了自己的个人经纪公司，不知道接下来她的第一批经纪公司会做什么。如果你只是需要努力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杨紫已经没有再透露过自己开经纪公司的真相。如果变成现在借助八卦媒体不再被揭露，那么现在任何人都无法知晓，杨紫也无法再对外公开了。从杨紫的社交平台来看，她的宣传剧还是她主演的《沉香如粉》，而杨紫现在也因为个人经纪人的原因，已经不再高调了，反而变成了与之前的相似，却又如此低调。杨紫这几年在娱乐圈内也聚集了不少人，既然选择了开一家机构，她也应该对机构的命运发展做出特别的规划。然而，在她的经纪公司取得骄人成绩之前，在娱乐事业内部并不总是有数不清的飓风。杨紫是从《家有儿女》开始进入大众想象力和先见之明的领域，从此开始了她的出演生涯。她在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地位同样深入人心，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偏爱她的。她也获得了她今天的成就，以及她个人的努力。转眼间，《家有儿女》里的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各显神通。从《家有儿女》出来的样子，如今开了个人经纪公司，却不禁让网友们感叹时光荏苒。你觉得杨紫凯的经纪公司怎么样？03，同样是男主借助诚意进行的表演，为何气焰和应渊的差距如此之大？暑期档明明合适剧集齐全，历史傀儡圈绝对卷起来。其中苍兰诀的认可度不断攀升，站内认可度已过万。他已经成长为最强大的黑马，还和虞书欣、王鹤棣一起为众多演员介绍了炉灶。由吴磊、赵露思主演的《璀璨星河》也凭借小说情节获得了观众的喜爱，并在大结局中提前举行了放映仪式，但他们仍然可以在新榜单的顶峰3位之内，暗示了他们的实力。而当之无愧的年度剧王《沉香如粉》，除了意料之外，果然没能回复，豆瓣评分最高5.8。更不得不提的是，这与后来的《萤火虫传》剧情分不开。添加戏剧确实在戏剧中一个主要的失败，但两位主演杨紫和程毅的表现确实不错，尤其是男主程毅，他想在妆容和人设上下功夫，却能毫不费力地掌握。这肯定已经不是程毅第一次演男主了。虽与司锋有几分相似，但与他在《玉君颂》中演绎的气焰却是天壤之别。他们也是男主角，为什么两个如此不同？都美壮凄惨，人物却与帮凶女主截然不同。《玉君颂》中借助程毅表演的齐燕，在楼上是皇帝，却是借助宦官来操纵。不过虽然现在他的翅膀已经不完整了，但他最有效的应该是一路低头到太监面前。经过多年的积累，他的身躯变得有些虚弱，现在连依靠都没有了。他身边的男人或女人，直到遇到了女主坚定不移的傻白糖七言，我才看到了更大的希望。通过她，我感受到了情感的光辉。不幸的是，在最后，我无法得到带着我的心上人，遗憾的中毒而死。可以说，他是一个正常的、有效而悲惨的顾问。而沉香如屑中的应援，是一位御姐办爱的神。从出生起，他就肩负着守护三界的使命，这是他无法卸下的包袱。他最有效的，永远为他人留下。所以应渊看似冷酷，可骨子里也是有孩童般的心思，喜欢翻乌龟、翻瓦片，这些有着小叛逆的举动，都让他变得更加鲜活了起来。和女主相遇后，应渊尘封了万年的心也终于开始融化，被他影响改变。可惜最后还是要为了天法抛弃女主，自己也承受了相应的惩罚和委屈，着实让人心疼。当然，这两部其实都是偏向古偶风格的，所以大家也会对男女主之间的 CP 感更加关注。与军歌里程毅搭档的女主张雨熙属于标准的浓颜系美女，穿上古装也有些异域风情，高级感满满。但是张雨绮在剧里的人设实在是傻白甜过度了，和男主的君王人设匹配起来差点意思，而且张雨绮的颜值也有盖过程毅的感觉，所以 CP 感也就一般般。倒是沉香如屑里程毅搭档杨紫给了观众不小的惊喜，杨紫的扮相其实没有太大的突破，但好在也没有踩雷，古灵精怪的人设也被杨紫轻松拿捏。这部剧里也是两人轮流吐血，哭戏不断，也幸好是杨紫能撑起这种戏份，
而且这两人之间也比较有默契。虽然有月光蛋糕事件，但也不妨碍观众磕上了头。程毅演技蜕变，造型实在太加分。但是古偶剧里对演员影响最大的还是妆造，合适的妆造真的能让人一飞冲天，不合适的就只能躺平认潮。可以说，《与君歌》里的程毅像是得罪了造型师，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阴柔之风。体现比较明显的就是程毅戴着幞头，穿着红衣的造型，要说是好看还差一点，但也没有到看不下去的程度。问题是程毅眼尾画上的小眼线，以及韩世平没都和同剧组的宦官一个样子，让他也有了些太监的气质，看起来非常别扭。这个帽子简直就是程毅的死穴，一戴上就感觉过度阴柔，而且还给他画了个咬唇妆，实在是让人看不懂。当时程毅可能也是第一次演帝王，又需要演出来孱弱感，拿捏不好力度，所以他呈现出来的全部状态就是带死不拉活的。无论是遭到背叛、受到欺辱，面对心上人，他都是面无表情的虚弱样子。大家也能看到，在这部剧里的程毅除了换衣服，基本上每个镜头都到了可以复制粘贴的程度，一个状态演了全剧。除了人设和他不合适，也是因为他演技有些青涩。但到了《沉香如屑》里，程毅从妆造到演技都有了飞跃式的提升。造型上，造型师用了略挑的眉形，瞬间显得英气了不少，而且不戴帽子半扎发配上冠饰，也更适合程毅的脸型。虽然也有些女气感的碎发造型，但是因为脸上的妆容足够硬朗，也不会有怪异的感觉，而且神仙也有种雌雄莫辨的飘渺感，不是特别突兀。厉害的是，这部剧里居然有程毅的女装环节。只见程毅穿上喜服极具柔美感，将物极必反的原理用到了极致。因为穿上女装的程毅反倒是有些违和感，足以见得他的长相还是偏英气的。再说这部剧里程毅的演技真是肉眼可见的提升了，简直是一路被虐。在坦白自己对女主的感情后，遭到惩罚，差点失去了对女主的记忆，眼神悲伤至极，更是眼底泛红，看得观众心里一揪。到了凡间的男主再次重蹈覆辙，爱上了女主，向师门请示离开。这次男主选择了女主，这倒是成为了该剧的点睛之笔。而男主决心离开之时，眼神中尽是对女主爱意的坚定，还有即将放弃师门荣光的决绝悲痛。一个眼神说尽了无数的情感，加上一身战损妆容，氛围感直接拿捏住了。总而言之，程毅虽然多次出演男主，但是每次都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，将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有血有肉，这就是他的能力所在。虽然在《与君歌》和《沉香如屑》里都是美强惨，但他将两者分得特别清晰，给了观众极强的代入感。而且程毅和杨紫确实是仙侠剧里的王炸组合，如果不是加戏咖，估计该剧至少会有及格线的分数。不过你觉得程毅表现如何呢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